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惊现多重人格，在人间首播引发全网恐惧潮。赵丽颖颠覆演绎多重人格悬疑剧在人间，8集短剧单日破亿播放，豆瓣8.7高分。从仙侠女主到人格分裂患者，她以红唇墨镜拽姐形象质问：如果我是假的，我们的爱算什么？心理学考据与科幻特效碰撞出国产悬疑新高度。镜面碎裂声中，赵丽颖饰演的假小朵歇斯底里捶打墙壁，嘶吼着我到底是谁。这真在首播夜引爆热搜的癫狂画面，瞬间将观众拽入2024年最颠覆性悬疑剧在人间的深渊漩涡。这部仅8集的短剧，一上线便放出前3集，单日播放量破亿，弹幕刷屏悬疑剧天花板。起因源于观众对古装剧的审美疲劳。2024年初多部古装大制作扎堆，虽精彩却乏新意，悬疑题材如白夜追凶后鲜少爆款。制作方洞察需求，火速推出在人间，以多重人格相爱的科幻悬疑设定破局。拍摄的选在北京怀柔影视基地，实景搭建心理诊所与都市街巷，暗调光影烘托压抑氛围。赵丽颖饰演的假小朵，作为男主徐天银访视的副人格，承载剧集灵魂。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堪称突破教科书，从花千骨的仙侠女主到风吹半夏的商界女强人，再到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妇女，她拒绝舒适区，不断撕掉标签。心理学顾问透露，假小朵的设定参考真实解离性身份障碍案例，赵丽颖为此闭关研读24个比例等著作，将人格分裂的脆弱与爆发力演绎得入木三分。引访的徐天则暗合唐代多重自我哲学观，预告片里他透露假小朵的镜头，折射现代隐私焦虑。首播3集层层递进，第1集，网约车司机徐天引访痴迷乘客假小朵赵丽颖，偷拍被抓现行。假小朵为弃前男友张一山氏，当街强吻徐天反引斗殴，赵丽颖红唇墨镜的拽姐形象颠覆以往。第2集，假小朵崩溃质疑自身存在，闪回画面揭示她实为徐天副人格。引访颤抖着翻出人格日记，笔记忽男忽女。第3集高潮，两人格在幻境中对峙，科幻特效具象化一时战场。假小朵私心质问：如果我是假的，我们的爱算什么？弹幕狂刷 CPU 烧干。题材融合盗梦空间式叙事，却扎根本土情感，岭南民俗元素穿插，如徐天祖传的护身符，暗藏人格切换秘钥。导演曹盾长安12时辰班底采用一镜到底手法拍崩溃戏，赵丽颖 NG 20次磨出眼角血丝。短剧模式借鉴我的阿勒泰成功经验，8集篇幅去无存精，无注水剧情。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点评，剧中人格切换的声效设计如耳鸣尖笑，符合临床特征，堪称国产剧心理学考据里程碑。双引号，首播数据印证品质，豆瓣开分8.7，热词赵丽颖少女感登顶，48岁状态神似姗姗来了17，冻龄秘诀藏于剧组严格作息表，每日瑜伽2小时，素食餐单。当假小朵的泪珠砸向镜面，悬疑剧的革新之门已轰然洞开。你的人格面具是什么？留言抽赵丽颖亲签剧本。当然，这样的剧情设定一经播出，便瞬间在全网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在人间并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的都市剧、家庭剧或者偶像剧，它所展示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探索，特别是在赵丽颖饰演的角色身上，导演和编剧赋予了她多重人格的设定，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赵丽颖此前虽然以情绪饱满、眼神有戏著称，但要完美演绎多重人格之间的差异、冲突乃至融合，却远远不是靠1-2个眼神、几句台词就能完成的。她必须赋予每一个人格截然不同的神态、语调、肢体动作和情感节奏，而这一切在首播中得到了令人惊艳的呈现。
不少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纷纷留言表示后背发凉，剧情太疯了，一集下来仿佛被剥离人格。这些直观的情绪反馈，正是这部剧击中人心的体现。在人间并不单纯依靠人格分裂这一设定来博取眼球，而是通过赵丽颖的角色设定，深入挖掘现代人在精神困顿、身份挣扎、欲望失控中的真实状态。换句话说，这是一部借助奇幻设定对现实病态进行深度隐喻的心理剧，而赵丽颖作为这场人格风暴的中心点，其表演成为了剧情得以成立的前提。从首播2集来看，赵丽颖一人饰演的多重角色已经初具雏形，从温婉懦弱到冷酷暴力，从天真无邪到诡异神秘，她用极其细腻的情绪调度展现了每一个人格在不同情境下的爆发与崩塌。更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走夸张化、脸谱化的老套路，而是选择了更为克制、更贴近人性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让每一个人格看起来都不是假面，反而如同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中不愿面对的那部分自我。观众因此感到不安、恐惧，甚至被击中心灵，是一种很高级的代入感。当然，也有部分观众提出质疑，赵丽颖真的撑得起这么复杂的角色吗？是不是只是靠剧本噱头把她捧上去了？这种声音并不罕见，也很合理。毕竟，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中，流量明星往往与前层演技、套路表演挂钩，但恰恰是在这部剧中，赵丽颖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表演维度。她不再只是依靠泪眼婆娑或者声嘶力竭来传达情感，而是用呼吸的节奏、眼神的转变，甚至一句台词中的停顿来传达人格之间的微妙切换。这种表演方式可能不适合所有观众的审美，但在追求艺术深度与心理真实感的方向上，却是一次大胆的突围。导演徐冰的风格鲜明，本身就以偏爱心理暗线、潜意识结构著称。这也就意味着，演员若不能完全丧失自我的沉浸角色，很容易被观众挑出毛病。赵丽颖在人间的表现可以说是一次自毁式的挑战。她放弃了传统女主光环，也没有依赖过往的审美优势，而是彻底进入了角色的精神迷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敢演敢碎敢疯的勇气本身就值得钦佩。剧中的奇幻火车设定，实则隐喻着人类意识列车不断穿梭于自我与幻觉之间。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便是在这趟精神列车上经历多重人格的涌现与崩塌。她的演绎不仅承担了剧情节奏的弧心动力，更承担着带领观众入梦的任务。细节决定成败，在一些看似简单的镜头中，她微微的眼神闪烁，嘴角的微妙抽动，都在不动声色地揭示着人格的逐层转化。这种层层推进、步步紧逼的表演节奏，让剧情即便节奏缓慢，也能牢牢抓住观众的心神。而从整体制作来看，在人间不仅剧本概念超前，其镜头语言和配乐选择也极具电影质感。导演在构图上大胆运用空间错位与镜像结构，使得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被彻底模糊。赵丽颖置身于这样的视听结构中，更像是一位与自身博弈的人格旅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崩塌，更是演员的再生。有评论认为赵丽颖仍有进步空间，不应因一次表现而神化她。但换个角度思考，一个曾被视为流量标签的演员，愿意在35岁选择接下这样一部风格冷门、观众门槛极高的作品，是否本身就是对自我定位的突破？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再到幸福到万家，赵丽颖的选剧路数愈发清晰，不再追求单一的爆款，而是在风格多样中寻找自我表达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演员成长的证明，也是一种时代转型的迹象。流量不再是唯一，内容与表达逐渐成为衡量演员价值的新标尺。我们不能否认，在人间的实验性设定注定了它难以成为全民爆款，但它的先锋气质和表演探索，也许恰恰是推动国剧向前发展的燃料。而赵丽颖正是在这个节点上，成为了那束愿意冒险的光。
他不再是过去那个靠热搜流量生存的偶像，而是愿意走进人性暗角，与观众一起直面内心深渊的探索者。他的这一步值得所有人认真的看一眼。或许这部剧不会收获满堂彩，也未必能刷新播放记录，但正如赵丽颖在采访中所说，愿意演就愿意承担它可能带来的褒贬。一个演员最难得的正是这份清醒与坦然。作为观众，我们也许不必为他封神，但完全可以为他点赞。最后，也想对所有喜欢赵丽颖或是刚开始关注她的观众说一句：演员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神话，而是一场场冒险的叠加。感谢她愿意走进未知的世界，感谢她选择了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也感谢你们每一个认真看戏、认真评论的人。在人间是一场心理剧，更是一场信任与沉浸的共同旅程。希望你们也能在剧中照见一些属于自己的人格碎片，找到一点点疗愈与释放。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